我帮你摘吧。不用了。一会儿吃些东西再睡吧。不能不吃东西啊。等会儿桃子做甜汤来了，喝2口。太子殿下，太子妃殿下，顾良娣前来拜见2位殿下。叫他回去，说我身子不舒服。是。且慢，差点忘了，这东宫里面还有位顾良娣呢。请他进来吧。是。臣妾拜见太子殿下、太子妃娘娘。免礼。是。原本一早就该来给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问安，但想着今晨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都要去凤章殿给陛下和皇后娘娘问安，所以直到此刻晚娘才来。明日臣妾一定5更就来，侍候太子妃娘娘梳妆。不必了，无谷我起不来，而且这里人很多，也不用你特意过来侍候。是。臣妾修了一幅鸳鸯图，恭贺太子殿下与太子妃娘娘大婚。修得不错，娘娘谬赞了。自从太子殿下大婚的消息传来，婉娘心里是比谁都高兴。一来是婉娘有幸与娘娘算得上是旧识，知道娘娘是睿智爽利之人，没有半点女儿家的扭捏；二来娘娘成了太子妃，太子殿下心里高兴，婉娘自然也心中欢喜，觉得有了主心骨。顾良娣这副鸳鸯绣的确实不错，刚好我这儿还缺一个屏风，那就再帮我绣一个大绣屏吧。不麻烦你吧？娘娘真是太客气了，不麻烦。娘娘看得上是婉娘的福气。那就好，我累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是，臣妾明日再来给娘娘问安。明日不用来了。既然太子妃看上你绣的东西，那你就尽快绣好吧。是。要不换件衣裳再睡？太子妃定然是故意的，哪有这么早就歇午觉的？明明知道良娣今日是一定要拜见他和太子殿下的，他就是存心怠慢您，还让您绣屏风，那绣屏那么大，得绣到何年何月去？最可恶的是，太子殿下也站在他那边。住嘴！太子殿下也是你可以抱怨的。太子妃乃崔大将军独女，性情骄纵，5更都不肯起来。也不知道她从前行军打仗是几更睡几更起，这明显就是一番托辞。她就是不想看到我罢了。既然她不想看到我，说明她很在意我。既然她在意我，那我更要多多出现在她面前，让她时时刻刻记得，这东宫里头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位太子良娣。殿下，下去吧。
汤到了，桃子刚送来的，喝2口吧。崔大将军每天都在这里。崔大将军，你们是在叫我吗？你们谁呀？你们看。 这地方地形不错，要是敌人来抢滩的话，该怎么办？敌军几何，我军几何？若是敌我相当，自然是在那儿用上弓箭；若是敌军数倍于我，便布上荆棘，左右侧翼用箭；若是我军数倍于敌， 便中流击之。说得不错，咱们崔家军有你这样的后生，也算是难能可贵。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将来升你当队长，好好立功，前途无量。大将军，我叫李尼。 这名字听着耳熟，但是想不起来。你的样子，我好像也在哪儿见过，可是记不得了。小姐，我每天都给大将军施针用药。大将军虽然清醒了一些，可还是有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阿爹这是心病，只怕是施针用药都治不了根本。咱们还得再想想其他的法子。我回去以后再多查阅一些医书，看看。 还有没有未用过的医治之法？怎么了？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大理寺那边传来消息，柳成风因为伤势过重，又感染了伤寒，一直高热不退。 昨晚死了。死了。你和殿下大婚，陛下下旨要大赦天下，大理寺就以为柳成风也要被赦免，所以就将他 从单独的牢房换到了大狱里，谁能想到，大狱里有个犯人得了伤寒，陆陆续续传染给了好几个人，也传染给他了，就这么死了。那尸首呢？因为是伤寒，大理寺也不敢轻易掩埋，就将他的尸首还有其他几个犯人一起一把大火烧成了骨灰。 胡乱埋在乱葬岗了。我知道了。
梁帝，起这么大一幅草稿，得绣到什么时候去啊？不如选个简单的花样，早早绣完了才是。既然夸我绣得好，那自然不能敷衍了事，就绣一幅百鸟朝凤图。百鸟朝凤图，那得用上百种丝线，只怕要绣上1年半载。小姐，不，梁帝，这也太耗神了。对啊，如此繁复的花样图案，我自然得慢慢绣。太子妃所住的承鸾殿里，是得有这样一幅百鸟朝凤图，寓意吉祥。只是不知道我绣好了，他是否还能安然住在那儿？我也老了，以前哪有这耐性啊？钓什么鱼呀？下水捞几条，岂不痛快？可是后来一琢磨，这钓鱼跟射符非常像。你看，往水里，哎呀，撒上鱼饵，诱之以利，然后还要沉住气，等鱼真的上钩。你看，是不是跟射符很像？大将军，跟我讲一讲崔家军吧。崔家军这说法，文宗年间就有了。那时候街上人老来抢粮食，我太爷爷的大伯就组织崔家的子弟起来反抗。这一来二去啊，就有了崔家军。后来陆续扩张，朝廷也给了粮饷。崔家的子弟总是要上阵杀敌，死得早，所以长辈们总是张罗着早点结亲生子。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娶妻了。我也已经娶妻了。是吗？谁家的姑娘？哪天你带来我瞧瞧。好。可惜呀，我的娘子。有一次，我带兵出城去打仗，城里只剩下老弱妇孺。敌人来袭城，他带着娘子军奋力反抗，没有后退半步，就这样战死殉城了。赶回去的时候，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我抱着他冰冷的尸体，悲痛万分。还好。我和他还有一个孩子，不然那一刻真难活下去。大将军，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我娘子和我结离10多年，跟着我在瀛州戍边，连1天半天好日子都没过过。
和的少年夫妻，没想到没有恩爱到白头，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你说，有再大的功业，又有何用？那是我心里最大的憾事。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报仇，替娘子报仇。后来，我替我娘子报仇了。咱们崔家军在我的手里，也算是更进一步了。所以朝廷赐名咱们崔家军为定胜军。咱们崔家军有面旗帜，上面绣着“定胜”2个字，那是先帝所赐。我常想，咱们崔家军有现在的成就，那是有我娘子一半的功劳。若是她能看到那面旗帜，哎呀，不知该有多欢喜。可惜她再也看不着了。那面旗帜，若小子有幸，也能看上一眼就好了。你生得晚，没有看到我那次在沁水泉设伏，那天雪下得非常大，我们几万崔家军埋伏在雪地里，悄然无息，那真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么大的雪，连一个活物都看不到。我想，莫非解说人不走这条路，要这雪再下的大些，那我这几万人就要葬送在这里了。结果没想到啊，解说人果然还是中计了。那场仗打的痛快，真是痛快。我听说过，自从沁水泉之围，解说人再也不敢踏过聚义山。孙敬大败一罗，我将接说人赶出了聚义山，裴宪让秦军再也不敢靠近劳兰河。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那个高兴啊，都夸我们3个是国朝3杰。陛下召我们进宫赐宴，结果没吃饱。出宫之后，就跑到丰阴楼找补吃吃。后来，孙敬和裴宪也先后赶了过来，3个人大醉一场。我好像想起来你是谁了，你过来。你是裴宪的儿子，裴莽。那年你13岁，你牵着马在丰阴楼下等你阿爹。你阿爹醉得上不了马，你还怪我和孙敬，把你阿爹灌醉成那样。大将军，裴莽是我的兄长，我是裴元。哦，好像看着你也是很眼熟。你难道是孙敬的儿子啊？
等等，地上凉，这床被子你也垫着吧。不用了，一共才2床被子，你盖着吧。你怎么来了？臣妾是来侍奉太子妃娘娘的。因今日花好，臣妾亲自去花园里折了一些，供太子妃娘娘插鬓赏玩。太子妃现在还睡着。是，太子妃说五谷她起不来，所以臣妾怕打扰她，就在这儿静静候着。不用了，太子妃向来不喜欢这些花花草草，都拿回去吧。殿下，他让你绣屏风，你先把屏风绣好再来。是。殿下，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好，是不是旧伤又复发了？没什么，昨晚太冷了，没睡好。太冷了？这东宫里的人是怎么服侍殿下的？不知道给殿下换一些厚的被褥吗？哎，行了，不说这些，咱们好好谋划一下。太医不是说，崔大将军的病是痰湿所致，乃至迷了心窍，时而糊涂，时而清醒吗？但是太医也说了，心病需要新药医。崔大将军这个病，如果没有对症的新药的话，是很难治愈的。太医说，要么击一击，将崔大将军胸口的淤血击出来，8成能好；要么就顺势而为，让崔大将军重新领兵打仗，8成也能好。崔大将军都这个岁数了，而且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形，崔家军已经解散了，怎么领兵打仗啊？那就只能赌一赌，击一击他了。殿下，您这个可是险招啊！太医可说了，如果弄不好的话，崔大将军的病会越来越重的。我之前不是天天陪着他钓鱼吗？得知崔大将军平生最痛之事，便是他夫人的死。唯有用此事以毒攻毒，方可治其赤诚。我想，若崔大将军知道自己的病情如此，他也会铤而走险，因为他是个用兵极勇之人。我相信他。明白了。小姐，小姐，东宫这里的花园好大，我看这些花开得特别好，就给你摘了一束。哦，正巧路上还遇见了太子殿下，他还问我这些花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后面花圃里还有呢。他还问你来了东宫以后吃的习不习惯，要不要再单独给你设个小厨房。你们先下去吧。好看吧？怎么啦？还在跟他生气啊？他刚刚那副样子，倒像是着急想跟我打听些什么呢。不过你放心，
我什么都没说，我还吓唬他来着。我说你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哎，不对，你俩现在都睡一个屋里头了，这可是骗不到他的。小姐，我是不是说漏嘴了呀？那你确实是吃不好吗？你这2天都没吃什么东西。桃子，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啊？我总觉得柳成风并没有死。不会吧？你看，这一切都太巧了。他刚从单独的牢房转回大狱，就马上得了伤寒，然后立刻报了病亡。因为是伤寒，尸首也不能放，就马上烧成了灰。不觉得这一切都实在是太巧了吗？小姐，那你的意思是？崔家军虽然散了，但咱们之前在京中布置的那些暗桩还在。你让人去查一查，看看柳成风在死之前跟死之后，狱中有没有什么动静，还有接硕那边有什么动静。我总觉得柳成风跟接硕都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是接硕他们刚刚派人送来的药。公子，接硕那边乌洛传来口信，他对公子的此番行事颇为满意，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公子去办。乌洛真是贪得无厌。公子，要不咱们还是想想办法，早日脱离接硕的节制，远走高飞吧。阿莹怎么样了？东宫守卫森严，属下无能，实在是无法打探。公子，阿树，不要急。反正也不会死，疼倒是挺疼的。可是如果不疼的话，怎样才能记住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李逆真的该死！我迟早有一天要把阿莹抢回来，因为我也要让李逆知道，被抢走心爱的人是怎样痛彻心扉的感觉。殿下，实不相瞒，家中老妻实在是放心不下小女啊。我也说过了，小女又不似嫁与旁人，可以时不时的归省娘家，或是遣人来看。小女是入了东宫，给殿下做良地，这君臣之分，老妻也不好前来探望，所以老臣今日就十分冒昧前来看看小女。顾相客气了，若是夫人牵挂，来探望一二也是人之常情。老臣只是担忧小女不堪侍奉殿下。老臣刚刚也问过了，小女是感激涕零，说在东宫，殿下与太子妃娘娘对她都十分照顾，本来老臣也该放心了。可是，偏偏小女的侍女刚刚送老臣出来时悄悄言道，说小女不知什么地方让太子殿下十分不悦。自打入了东宫以来，太子殿下对小女从未稍加辞色，就连去他那留香殿里坐一坐，也未曾有过一次半次的。这朝中事多，顾相也是知道的。老臣明白，我只是担心，怕小女
在宫里犯了什么错，或是有什么地方惹怒了殿下，殿下也不用给老臣面子。他若真是犯了什么错的话，就让太子妃好好的教训他便是了。这顾两弟真没犯什么错。那既然如此，就请太子殿下看在老臣的面子上，对小女照拂一二。入了东宫这么久，殿下就连他那留香殿也从未踏足过，那在旁人看来，就认定了殿下对小女十分不喜，有意冷落于他。顾相放心，我理会的。你去告诉桃子，让他跟太子妃说，今晚我不去跟他一起用晚膳了，我要去跟顾两弟一起用晚膳。是。还有，一定要让桃子告诉太子妃，然后再来跟我回话。是。我真就这样把原话说给太子听啊？当然了，我们小姐，不，我们太子妃说了，让你一定要按照原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太子殿下。那好吧。快去吧。哎，桃子，我们好不容易见一面，你就要这样子赶我走啊？我不是赶你走，不是你说的吗？着急回太子殿下的话。那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算了，你说吧，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呢？傻子，跑那么快。殿下，怎么样？太子妃怎么说？太子妃说她从来没打算跟殿下一起用晚膳，所以殿下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哦，桃子还跟我说一定要把太子妃的原话告诉殿下。肝疼？什么？你肝疼？那要不要我去叫太医给殿下瞧瞧？不用了，知道你耳朵灵听得清楚。那殿下明明知道我什么都能听清楚吗？对啊。梁弟，太子殿下来了。殿下，免礼，你也坐。下午听说殿下要来用晚膳，这些菜都是我们梁弟亲手做的。不知殿下口味，我就按照以前奶娘教我的，做了一些家常小菜。你们先出去，我有话对梁弟说。是。顾小姐，你对我一直挺好的，且我心里明白你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殿下厌弃婉娘，觉得我不知廉耻。趁殿下不在京中，陛下赐婚，我就入了东宫。可是，其实婉娘也是没有办法。是，我承认我是有一点私心，可那只是因为我仰慕殿下。我知道，我不应该令殿下烦恼。我也知道，殿下只喜欢太子妃，
这事跟太子妃没关系。就算没有她，我也不会喜欢你。我救你，是因为哪怕不是你，是别的人，处于那种危险的情形之下，我都会去救的。我不求你回报什么。之后你也做了很多事，替我绣了我阿娘的绣像，替我寻回奶娘，并且照顾她，我都感念于心。婉娘不求殿下感念。当初我回京，你已经入了东宫，成了太子良娣，而且刚寻了短见，所以有些话，我觉得不合时宜跟你说。但我今日来，我就想把话说清楚，我不想耽误你的终身。殿下，我的终身就是殿下呀！殿下，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虽然我是太子，但除了太子妃，我并不打算要其他良娣、宝林什么的。我知道我现在逐你出东宫，等于逼你去死，所以你就在东宫好好住着。我偶尔也会来坐一坐，让你面子上过得去。在这东宫里，也不至于难堪，但我不会和你有任何情分，只能让你担着良娣这个虚名。不过你不必拘着，等你将来有了意中人，告诉我一声，我安排你假作病逝也好，出家为道也罢，找个由头，将你送出东宫，改名换姓，从此以后与意中人成亲。你还这么年轻，应该与一个两情相悦的人共度一生。可是婉娘只喜欢殿下，婉娘只想跟殿下共度一生。殿下说这些，就好像拿着刀在婉娘的心上割一样。婉娘实在不知道自己哪里做的还不够好，让殿下这样厌弃婉娘。你哪里都好，只是我不喜欢你罢了。可是婉娘喜欢殿下呀，婉娘比太子妃更喜欢殿下。太子妃性格刚硬，处处与殿下争执，而婉娘只要得到殿下哪怕一丁点的喜欢，婉娘就会心满意足了，一定不会像太子妃那样对殿下的。而殿下，你对太子妃那么好，可是她是怎么对你的呢？那是我们的事。顾小姐，我想你从头到尾都应该清楚，一厢情愿跟两情相悦，那是天差地别。殿下，殿下都没有给过婉娘机会，你怎么知道以后和婉娘就不会两情相悦呢？我不喜欢拖泥带水，我更不喜欢含糊其辞。顾小姐，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保重。到底说什么了？好像殿下一点也没吃啊。为什么？要我好好待在这东宫里，他会常来看我的。桃子，你想特这个吃法真的很有古意。
就像古人用鼎煮肉，还用菊花花瓣去腥味解腻。是啊，这锅子下面生着火，煮肉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涮着，这样的话肉才不会煮老呢。小姐，今天你可要多吃一些，最近都没有好好吃饭，人都清瘦了不少。你也要多吃一点。来，这边的肉都熟了，吃。石七郎，这天也太冷了，要不咱回去吧？我都跟他说了，我要去顾良地那用晚膳，他还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说，我是不是该晚点再回去？石七郎，其实我没太听懂，你说太子妃都满不在乎，你为啥还要在这儿走来走去？晚些再回去啊？哎呀，我真不知道桃子为什么会喜欢你。他说他就喜欢我这样傻乎乎的样子。是啊，这可不是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傻子，真是傻人有傻福。桃子能喜欢我，确实是我的福气。石七郎，你真不回去啊？不回去。那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先回去了。桃子跟我说，她今天做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新鲜吃食，说要我回去一起吃。哎，去！哎，等一下，他们都知道你是跟我一起去见顾良地的，你这一回去，那他们岂不就发现我早就从顾良地那儿走了？那我不就露馅了吗？那我不就白吹半个晚上冷风了？对啊，事情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殿下，去给我拿一双筷子。哦，不准拿。不是在顾良地那用晚膳吗？怎么，这顾良地居然让殿下没有吃饱吃好？这可不行。桃子，去传顾良地来，我要问问他，是怎么侍候太子殿下的。是。不准去。桃子，你出去。长儿在偏殿等你。是。殿下这是怎么了？就算是顾良地没有侍奉好殿下，难道我还问不得了？我还要问问你为什么要生气呢？是因为我去顾良地那儿用了晚膳呢？还是我回来太晚了呢？生气？殿下为什么会觉得我在生气啊？你如果没生气，你为什么要找顾良地的麻烦，还要传他过来问话？殿下这是忘记了吧？我是太子妃，在这东宫里面，良地没有侍候好殿下，当然应该由我这个太子妃来过问了。俗话说得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既然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太子妃了，自然要尽忠职守。殿下之前是不愿意做太子的，但现在不是也做得挺好的吗？身为储君，替朝廷谋划，解散崔家军，把我父亲从一个万军统领变成一个颓唐的老人，不就是为了消弭朝廷所担忧的藩镇之祸吗？阿英，我也是迫不得已。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我回哪里去？这里是承鸾殿，就像你说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已经是太子妃，就应该尽忠职守。殿下有自己的寝殿，之前不过是新婚之时，在我这睡了几晚地板，做样子而已，何必呢？殿下睡不好，我也睡不好。你这是要赶我走？对啊，我就是要赶你走。我就不。
我不但就不走，我还要在这儿睡下来。殿下今晚就算不愿意走也得走，我今天晚上不想再睡不好了。还想用这招？我不会再上你的当。殿下醒了。昨晚，我们……殿下不用放在心上。些许小事而已。小事。我就照实跟殿下说吧。其实，殿下真不必介意。反正等我一旦有孕，我就会把你杀了，让我儿子继位，这样我就是太后了。怎么，殿下又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但你也没吃亏啊。殿下，殿下，来了啊！一早传召，不知有何事？哦，那穆仙鹤的事，打听的怎么样了？他并没有遮掩自己的行踪，只是这个人呢，疏懒张狂，无论什么达官贵人，或者是一掷千金，他都不为所动的。看来这位穆仙鹤想要打动他，绝非易事。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突然穿成这样了？哦，我想着你说
接触的事情有些眉目，那今天正好可以去追查。哦，是有一个接受人打扮成西凉行商的模样，最近都有在出入西长京。据说是接受首领乌洛的亲信之人，但是这个消息也不确定是真是假。还是要亲眼见一下这个人才好。真的吗？难怪今天太子妃娘娘这么早起，是自己梳妆呢。我给太子妃娘娘奉茶，看得真真的。她虽然用脂粉遮掩，可她那脖子上好几处呢。唉，留香殿的顾良娣只怕是要气死了。眼见她是先进的东宫，谁知太子殿下连眼角都不曾瞥她一下。一个是硬塞给太子殿下的，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的人，那能一样吗？那宫人还说，顾良娣乃是陛下赐婚的，太子妃却是太子殿下冒着大雨，在景德殿前跪了整整1天，跪得都吐血了，才苦苦求取来的。一个是硬塞给太子殿下的，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之人，那能一样吗？小姐，您就别绣了，这幅绣屏就算绣好了，太子妃也不会让您去见殿下的。他那么霸道的一个人，偏生的殿下又这般宠爱他。住嘴！是小良娣，只是良娣还是应当尽快想办法才是，否则太子殿下真的不会再来了。我叫你住嘴，能听到没有？小爷爷来消息催良娣，希望良娣尽快。殿下，这个穆仙鹤特别爱吃丰英楼的菜，有钱的时候每天都来，没钱的时候隔1天来1次，但是柜上都会给他记账，有钱的时候在一起记。走吧，我们去会一会这位穆仙鹤。哎，二位公子，来，里边请，里边请。楼上的雅座啊，都给您准备好了。将橙子挖空，填入蟹肉、蟹黄、蟹膏，再封上橙鸡，蒸1克，立时端上。嗨，今日最好的蟹啊，足有7两，先包4只，客人觉得如何？不错。客人这吃蟹的法子新巧，厨房没有做过。若是调味不当，还请客人宽宥啊。只要火候对了就行，没什么当不当的。去吧。好，这就去做。哼，蟹酿橙，这种稀奇古怪吃蟹的方法，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呀，我哪懂这些呀？你不是说这穆仙鹤是个爱吃之人吗？我就想起来，先太子也是个爱吃之人。于是我就问了问东宫厨房里面的人，就知道了一些外头不知道的玩意儿。小姐，那个扮成行商的，今日就在这儿喝酒。二位吃的可好？以后常来呀。好，哎，二位，里边请。不了，楼上要个雅间。啊，好，那楼上请。蟹酿橙。哎，穆先生。这蟹酿橙好香啊！哎，二位，在下闻香而来，不知可否让我尝上那么一口？就一口。穆先生，这是客人的。无妨。这位是穆先生是吧？哎，相逢即是有缘，那这蟹酿橙就让你一份。那我就不客气了。极品呐！你说这东西是谁想出来的啊？把新鲜的蟹肉酿入橙中，再撒上橙鸡，以解蟹之心，这是极品呐！你们二位应该姓裴吧？不对，
姓李。也不对，你们姓顾。先生为何如此猜测？能想出这种吃法的人啊，非大富大贵之家不可。所以开始我猜你们姓裴，但一想，这裴家一群武夫应该不怎么懂得吃，所以我猜你们姓李。但这转念又一想，这李家人死的也差不多了，而且新皇也没听说他老人家有多么爱吃，所以啊，你们八成姓顾。家中有叔父深爱美食，所以便有这种做戏的法子。那你这位叔父一定养了几个好厨子，对不对？唉，可惜叔父早逝，家里的厨子辞去了失之有罢。的确可惜了。那剩下的呢？剩下还有几个？剩下不过3、4个，不过有3位特别出色，有一位擅长做鱼，一位善于制汤，另一位善于制作肉脯。唉，这要是能到你府上赴宴，这神仙也能做的。小姐，刚刚那个行商是不是接硕人？嗯，那是乌洛的堂弟，叫乌延。乌洛对这个人很信任，我在瀛州的时候见过他，别人不认识，我是认识的。那他偷偷潜入西长京，想要做什么？肯定没什么好事。好吃好吃，这厨子手艺真不错。那多谢二位款待，在下就告辞了。再会。就这么让他走了？别急，他这种人，桀骜不驯，软硬不吃，必须得想法子引起他的注意，并且还得隐而不发，这样才能打动他。放长线，钓大鱼，可不就是嘛，生怕惊到他跑了，回头上哪儿找去？查博士，客人有什么吩咐？今天这鲈鱼不错，帮我留一条活的，我要带走，不用你们钱。客人果然好眼光，这南边来的活鲈鱼啊，说句大话，在整个西长京，除了我们丰盈楼，您就是拿再多的银钱，只怕也是没处去找寻。我这就去办。我记得你是不爱吃鱼的。某些人爱吃啊，我又不像某些人，自己吃得好，却从来不想着别人。这顿饭吃的可真是太饱了，还是外面的东西好吃啊。就是啊。两位客人，适才两位说要加一条鲈鱼带走，回家做鱼块。不用你们切啊，我们自己带回去切。对。可初夏呢，只有一条鲈鱼了，而另一位客人呢也十分想要，就问能不能多出1倍的价钱，请将这条鱼让给他。不行，这条鱼是我先点的，得归我。什么？加钱也不行吗？这客人说是他先要的，不肯相让。这样吧，你带我去一趟，我同他们说。哎，好。两位客人，这位想要鲈鱼的客人真的十分诚心，前来亲自相求。两位客人，我知道不应该夺人所好，但两位若是肯将鱼让给我，我愿意代付2位酒宴的账，并再送上一笔银钱。家中娇妻深爱此物，若不能将鱼带回去的话，只怕回家要跪算盘。
么馋吗？跪算盘，你们家有算盘可以跪吗？崔家军解散以后，瀛州驻军10减7班，余下的防务由朝中的府兵接手。这可是一个绝好进攻瀛州的机会啊！连神剑队都全数葬送在西长京，李逆还拿这做法子，派使节质问我兄长，被兄长视作为奇耻大辱。只要进攻瀛州，没了崔家军，李逆8成会亲自领兵，到时候杀了李逆，用皇太子抵结硕的神剑队，还不划算？你办得到吗？我曾经说我能解散崔家军的时候，乌洛首领就曾经这样反问过我，我不都办到了吗？行，就再信你一回。梁帝，这是夫人叮嘱让我给梁帝送来的。夫人，夫人说，请梁帝放心，这药是最好的，事后也验不出来，不至于留下任何把柄。不行，殿下是何等精明心细之人，若是这样做，只会让他更加厌弃我。夫人说，梁帝不必瞻前顾后，家里人包括相爷都是这个意思。说是梁帝无法在东宫站稳脚跟，那相爷就白费了这若多力气。能不能令未来天子称一声阿翁，全看梁帝了。此举不异于自毁长城，我说不可就是不可。是。这可真是人间好滋味啊！你说你叔父家厨子只擅做肉脯，我看这话过谦了。这肉脯难道不难？难的是五味调和，这可是绝世之才啊！世间难得是知音，我是个俗人，也不懂这些。既然穆先生说好，那自然是好。你倒不是俗人。你是个行武之人，而且你少年得志，地位尊崇。先生由何得知？你左手虎口，右手拇指、食指都有茧，说明你常年持弓，善于骑射。你虽然身着便装，也没有佩剑，但你的坐姿随时保持着可以拔剑的姿态，说明你十分警醒，是个行武之人。那又为何说少年得志，地位尊崇呢？你们二人虽然隐匿身份，但上次的限量城和这次的肉脯，都绝非大富大贵之家不可出此菜肴。你再看他，虽然他每次都坐在你的下手，且说话行事之前必先得到你的示意，但他这通身的气派已经是一位世家子弟了，而你，明显地位比他更高，所以难道你不是少年得志，地位尊崇吗？你们家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甚至是外面听都没听说过、见都没见到过的？是又如何？我就知道事出反常，不然你又何必到我面前来炫耀呢？先生是个机敏之人，目光如炬。
不过我确实没什么恶意。若先生不肯，便带上肉脯离去，我绝无二话。行，你说说吧，找我办什么事儿？我若办不到的话，再走也不迟。听闻先生擅长做戏法，如同神仙一般，能够幻化万千景象，所以我想请先生变一场戏法罢了。没想到你也是个贪求神仙之术的人。实不相瞒，这个世上没神仙，我变戏法养上的不过是世人的贪念所使的障眼法罢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你枉有富贵，还是好自为之吧。是也，非也，立而忘之。帝司李夫人，乃至于会有招魂之举。而我等是为了一位长辈的心病，所以才想一求穆先生。所以你要我变戏法给谁看？一位长辈，男的女的？男的，姓什么？崔。这崔老头是做什么的？领兵打仗的大将军。是平凉大将军崔乙吗？是。那我若帮了你，你家的厨子立刻去先生府上，每日一道新菜，做足3年。好，那一言为定。这崔乙是条响当当的汉子，变戏法给他治心病，我愿意。不过呢，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先生，请问，你是不是姓李啊？姓李又如何？不姓李又如何呢？也对，那我就当你也姓裴吧。你怎么啦？我总觉得十七郎有事瞒着我。你忘了上回你是怎么安慰我的？咱不是说好了吗？他俩之间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就不应该过问太多啊。可是他现在去哪儿都不带着我，有时跟小裴将军出去都匆匆忙忙的。那你是觉得殿下不带你出去，不告诉你，是因为他不相信你吗？不会的，他绝对不会不相信我的。那不就得了吗？也是，反正我也有事情瞒着他。你有什么事情瞒着他？这是什么？那，这个呢是西市的一间铺子，地方我反反复复看了很久，也叫了牙子去长眼。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位置特别好，来往人特别多，特别适合做生意。你之前不是说你想要开一家店铺吗？我就给买了下来。这也太好了吧！哎，不对啊，你不是把你所有的银钱都给了我吗？你哪来的银钱买这铺子啊？十七郎大婚给我们发了不少如意金钱，我就用它买这个铺子了。你怎么不声不响，干了这么大一件事情？桃子，你看，太子和太子妃都已经大婚了，你啥时候嫁给我？这个事儿嘛，我可得好好想想。那你要想多久嘛？想多久这件事儿，我也得好好想想。你就不能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吗？你着什么急啊？我都说了，我得好好想想。哎，桃子，桃子，你到底要想多久嘛？桃子，你就不能现在回答我吗？当然不行了。哎，桃子。这杯酒敬殿下。
烈得很，你不要再饮了。是。殿下尝尝这羊肉糕，是臣妾的母亲送来的，制法和外面不同，您尝尝味道。那你怎么跟耳朵说的呀？我就跟他说，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得好好想想。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我想这个事儿，你得想多久？我说那这个事儿我也得想想。你笑什么呀？我在想，那不得给耳朵急的抓耳挠腮的。那倒也没有。不过他这几天看起来是有些着急，好像总想问我想好了没有，又不好意思问，憋回去了。那你说说看吧，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仔细想想，不是很正常吗？是，特别正常，一定要仔细的想好了啊。边吃边想，让他着急是对的。你们这帮蠢货！你们真是害得我连唯一的指望都没有了。如今我是一败涂地，一败涂地。殿下做什么？你干什么？我要罚你。干什么？什么？竟有此事？如今可谓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眼下，太子是绝无可能再来我这留香殿了。夫人真是糊涂啊！不过你迟迟抓不住他的心，总不是办法。事已至此，我已无法在这东宫中立足。父亲，你可还有什么妙计，可以力挽狂澜吗？为今之计，只有釜底抽薪了。父亲的意思是？太子妃锋芒太盛，可惜这世上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万一天年不测，他突然间死了，太子殿下纵然是伤心一时，也是无力回天呐。
很好，只要这件事和我们顾家无关，那就快些让太子妃天年不测吧。你是谁？你